网传万众期待5月播上部，8月播下部，没有积分只能删除。陷阱新政策。今年各大平台热播的古装剧，杨紫主演的大女主剧《长相思》，无疑是一部相当火爆的佳作。去年9月杀青，关于该剧是否适合播出，也是很多影迷比较关心的问题。近日有博主在网上发文称，《长相思》一共70集，5月播出上部，8月播出下一集。此消息传出后，不少网友都有些无语了，因为一部剧间隔3个月，真是有点可怜啊！到时候剧情都快忘记了，热度来不及更新。不过这只是网传，并未得到官方认证，所以暂时不用担心。不过《长相思》70集应该是真的，因为唱片和投资都是写70集的。原著小说有3大本，4个主要人物爱恨不分，塑造得很到位。原作者桐花也是剧版的编剧，他不喜欢乱删作品，拍出70集可以理解。横店所有演员都拍了大半年，是很多演员拍戏时间最长的。暑假概率，《长相思》很有可能会在暑期播出，但由于播出方的新规定，是否有人会分开还不得而知。因为现在有了新的规定，电视剧不能超过40集，剧集和平台只有2个选择，一是将其分为上下2部分，以保持该剧的原汁原味。但是还有一个规定是分上下的，就是不能连续播，一旦休息，观众有意见，热度无法再续。第二种选择是砍到40集，对剧的伤害太大了。就像星坠凝结成糖，长长的明月灰烬都被逼切了许多，很多精彩的剧集都没有了，对观众来说是一种损失。期待已久的爱情拍了70集，减到40集不是很理想。一些观众还提出了一个办法，可以把每集的时长延长，像韩剧和美剧一样，做一集1个小时或者1个半小时。为什么平台不采用它？这是因为现在每集的价格都一样，相思那么多集，如果增加单集的时长，给平台的代价会高很多。如果集数少一点，那么集数那么长也有可能，那就看腾讯会不会慷慨一次了。长相思有一个精彩的情节，长相思改编自桐华的同名小说，原著很不错。女主逍遥和4个男主的爱恨纠葛、爱情、友情、亲情都写得很好。她坚强勇敢、高贵，却从小受尽苦难。当逍遥对香柳说她无处可去，没有人可以依靠，没有办法保护自己时，相信很多读者都忍不住哭了。其他4位男主，得天独厚的玉玲珑，温文尔雅不忘初心的涂山璟，为爱付出帅气邪恶的香柳，热血爽快的少将赤水凤龙，都非常深受读者欢迎。电视剧的选角非常符合角色，还有杨紫和桐华的双重撑腰，就算不是暑假播出，相信也会有很高的热度。目前长相思的播出情况还没有官宣，5月播出尚未，感觉可能性不大啊，还是全听官宣吧。02白鹿长月成辉开播，杨紫长相思急了，看完预告就知道了。看到长月灰烬来播，说长相思急了，这真是说早了，没必要。之前我也有这种感觉，毕竟一个虞书欣、赵露思，再一个白鹿，还有杨紫之类的古装甚至大暴露，去年可以说是推前浪了。苍兰绝招、星汉灿烂、完结杨紫分别成为秋叶、腾讯暑期热播剧，红多 CP、95花生又添几位武将。长月辉明预告，但直到看了长月辉明预告片，才知道自己被路透炼化的美貌给骗了。整体妆容低俗花哨，白鹿美美的，不过这个红色眼影就是她想要的。实际情况是你不能花很多时间赚很多钱。她和白鹿站在一起很不搭，尤其是白鹿一副英姿飒爽的样子，女强男弱不会有 CP 感。总之，我不喜欢长月灰烬，白鹿明明跟张凌赫更配，宁安如梦都更爆香。长情，长相思的制作水平比较高，一女对4男的狗血戏观众最爱，男主也被爆咖喱可点，还没开 CP 超话都满天飞。但是有一个隐藏的问题，看过剧本的人说 CP 线改了，男主不好。剧本被提前泄露，导致粉丝提前观看，大多表示改了 CP 线，男主也换了。
我还以为是1对4，可能是编剧怕被什么比你更圣洁的喷了，删掉了一些 CP 的花絮。古代夫妻最看重的是什么？古装夫妻最重要的一点，剧情和主角 CP 感，一个都不能少。比如去年的香如扎受《苍兰轨迹》星韩锦绣的压力，在剧情上损失了非常大的一部分。当剧情好的主角 CP 感够了，再加上一些营销、地心引力，无路就可以火上浇油，这也很大程度上助长了该剧的热度。长月辉明 vs 长晴，之前很期待长城灰烬，是因为小说剧情不错，但现在觉得制作水平和人物匹配度也很重要。没有 CP 感的偶像剧，观众看什么？所以长相思做好了，可以撮合很多 CP。听说最近也在搞 live， 只要不是跟长月照相骗人的剧一样，暑期播出就稳了。所以不用说长情匆匆忙忙，有 CP 感就是稳赢。03，离谱的事情又在肖战身上重演了。内娱打压海外刷屏，扳回奢侈品牌话语权，真牛！肖战再次在海外疯狂上大比分，中国市场话语权再次回升10%。最后发生了什么？按照常理，肖战虽然是顶流，但是公开的行程实在是有限，在国内基本可以概括为零。上热搜的实际内容不是最新消息，要么是老照片，要么是老视频、老话题。事实上，肖不是在社交平台上活跃的最新消息，只是被迫使用这些无关紧要的话题来采取偏见。例如，品牌代言的古驰已经连续3天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同时也是本次将在上海举办的古驰典藏展的预热。看似平凡实则不普通的广告片，这是继 TODS 将全球首发的聚焦中国代言人肖战的广告片，代言的又一奢侈品牌古驰强势接力，也是全球聚焦中国代言人的广告片，肖战的身材强度不比 TODS 差。肖战连续2次在海外上分，这是高奢侈品在中国市场的成功，再次扳回10%的话语权。当然，这也是总部直签的好处，没有中间商剥削拍杂志、站台，没有掺假的影响力，自然也得到了最顶层的排位和待遇。此次肖战不仅是执行正片的人，拍摄的大片更是全球公映，比官宣肖战作为品牌代言人的规格更为正式。变相可以理解为这是合作深度的再次升级。疫情前奢侈品牌与肖战的合作，被外界理解为超高的商业价值和突出的号召力优势。此次参加米兰品牌秀后，被总部留在佛罗伦萨继续工作，还拍摄了展会宣传片，与40多个国家和地区同步，无网同步官宣。实体杂志和网络软媒体都是以肖战在佛罗伦萨深入探索古驰世界的精髓为切入点，这是肖战在海外的影响力。不过，你说他压热度，他也给你安排了几个热搜话题，没啥看的。平时发广告得心应手的小站，就这么长脸的话题拖了3天，看到讨论度越来越高后，无奈给了一则小站古驰出网站的热搜刷屏。事实是，你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肖在这个话题上是被逼迫的。有趣的是，他们不仅要压热度，还有几波肉眼可见的看不见的敌人频频出击，扭转视线和粉丝关注的方向。不过不得不说的是，通过刻意挡在肖战手上看，你就会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做了。第一件事就是看到营销号里的视频付费2次加工，没想到被这些靠流量活着的营销号给拒绝了。接下来就是狗子队的跟风，脱粉后退一步，开辟恋情八卦。不过这些都不是吃货们感兴趣的部分。同时发布的还有成名前的老照片，不过也有好处，那些很少见的老照片出现原图，本来是用来恶意 P 图给肖战扣上没素质的人设的，都是原图被打脸后出来。可以看出，一方面是想强行制造粉丝之间的撕裂，对肖战的逼迫还是有粉丝风险的属性，要影响就是找他有意配合的选择，真正的绝对派悄悄进行。另一方面，通过强行打压热度，一是可以降低肖战的话题影响力和关注度；第二，也不想因为让大家看到肖战在国际奢侈品牌那里得到待遇，要知道那些人在内心娱乐水的待遇如何，不仅倒退，以后还要倒退吹天和地下。但这些都是行人，
算不上什么高明手段，更谈不上在舞台上。看到肖战再次发生更荒唐的事情，能让冒充工作室人员跟品牌商谈合作，着实被对手的手段惊呆了。粉丝们永远不知道肖朝哥到底在布置什么，准备什么，所以每次出来，不管载体内容是什么，总是让粉丝们大吃一惊。对方也不知道小张在干什么，只能像无头苍蝇一样乱撞，手脚乱摆。他们相信总会有一拳落在小张身上，砸在小张身上。粉丝的敏感痛点。不过，透过这些虚伪的表面看本质，肖战的粉丝却很稳定，并没有被那些阴招所影响，反而激起了对肖战的保护欲，更加坚定了陪伴。